只一眼，女人便看中眼前的俘虏，恨不得让他立马做自己的男宠。可就在他粗鲁的上下其手时，却不料顿时被一道金光狠狠击退。对方本是清虚境法力高深的仙尊，而女人则是新任魔界之主，却拥有着最纯正的凤凰血脉。为了结束这场持续万年的仙魔大战，只见他一招便将仙尊轻松击溃，从此仙尊被俘。然而清虚境闻风丧胆，竟没一个敢来讨伐魔界。虽然对方长相英俊，但魔尊却怎么样都近不了身。没想到他竟有金光护体。魔尊大人是打算趁虚而入，轻夺本tôn？本尊是打算对你负责。风若瑶随即挥手唤出一纸婚书，想要和仙尊成婚。签了它，嫁给本尊，从此咱们就是一家人。可谁料下一秒，仙尊一个眼神就把婚书烧成了灰烬，随后他又不费吹灰之力把身上的锁链挣脱。方才魔尊大人签下婚书，否则便将本座如何？此时风若瑶才意识到自己根本就不是仙尊的对手，于是便打算放他离开。可是仙尊却赖在这里不走了。我求求你，你回去吧。你已经在我这摆烂了100年了，你一个闪闪的孩子，你知不知道我根本养不起这样的俘虏啊！但仙尊却始终无动于衷。100年而已，魔尊大人这就不耐烦了。直到仙界传来消息，兄长明日就要举行大婚，还要趁机夺去仙尊之位。为了阻止别人钻空子，他毫不犹豫选择返回天界。但在离开时，送给魔尊一枚赤焰灵。女人寻思着仙尊怎么知道自己前几日刚掉落赤焰灵，所以现在法力尽失。但你长大会遇到一个命定之人，到时赤焰灵便会脱落。只要你跟那人双修，这新的赤焰灵便会长出来，你的修为呢将会大大提升。双修。于是魔尊一想到跟莫尘渊双修，顿时恶心的想吐，但好歹比自己丢了性命强。与此同时，仙尊时隔100年终于杀回仙界，却不料当场遭到弹劾，就连往日爱人也执意站在少君一边，甚至还给他递了一杯毒酒。而仙尊为了跟女人彻底了结，就在他下定决心端起酒杯一饮尽时，却不料被及时闪现的魔尊一把夺走。眼看是魔界妖女，仙界人立马开始布阵，好在关键时刻被莫尘渊一把抱住。本座在此，谁敢动他？并拿出了一纸婚书。风若瑶是本座的妻子，亦是清虚境的元君，有谁不服？没想到话音刚落，就招来众怒，只因仙尊历代都只能跟凌霄门通婚，这可把心机女急得团团转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最爱的人竟会选择一个妖女，自然不会把任何人放眼里，当即给少君颜色看看。本座娶谁，谁便是元君，不容他人质疑。随后仙君便转身消失在原地。风若瑶见状，连忙追了出去。魔尘渊，你站住！魔尊大人来得比本座想象的更晚。你究竟是何意？谁料下一秒，仙君突然摘下风若瑶头顶的羽毛，并道破了他法力丧失的秘密。莫尘渊，你竟敢把我的赤焰他本就要掉，否则你也不会来清虚境找本座。赤焰灵脱落是凤凰一族世代相传的秘密，外人绝对不会知晓。风若瑶非常好奇仙君是如何知道的，于是便一路跟着他来到了仙宫。可谁料刚进屋，就被他用法术吊到了半空。不巧男人体内的神气却突然发作，于是赶紧封住穴道。可就在女人上前关心，他的手无意间碰到对方的胸口时，竟意外缓解了莫尘渊的疼痛。为什么一触碰它就能缓解我身上的玄前口？就在男人疑惑不解时，本打算离开的女孩再次被男人一把拉回到怀里。就这样不一会，男人便恢复如初。而女孩为达目的善不罢休，竟用合欢链将男人的手腕跟自己绑住，只有双修才能解开此链。不成想男人不但不反抗，还表示今日定要成全。然而就在女人得意的帮他宽衣时，却不料发现了胸口的印记。这是魔尊大人这都不知道，这是上古神器玄前口。此话一听，女人顿时没了兴趣。原来她早就听说过此物，而且她阴毒无比，正好可以通过双修转移到另一人体内。吓得女孩直接逃跑，却又被男人一把拉了回来。本尊功力尚未恢复，怕是扛不住玄前口这么凶险的事。说罢便赶紧逃走。魔尊大人若想双修，本座随时欢迎。风若瑶，风若瑶，私自头上一把刀，你可一定要把持住。而男人为了压制体内的玄前口，必须闭关修炼7日。却不料就在这期间，早已红了眼的前任竟来找女人算账。原来就在前几日，风若瑶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胡写的刻自己和莫尘渊的话本，竟在仙界广为流传。然而没想到这一幕竟被新兰看到，气得新兰当即要给他好看。丹剑笑笑蛇到底是谁？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！就在两人打斗中，新兰竟意外发现女人没了法力，这下可把她嘚瑟的，于是决定趁机好好报复她。然而就在生死关头时，不料仙尊及时赶到，一波操作后利索的将女人救下。我要克服其痕。你们都看过画本吗？后面情节是什么？是仙尊为魔尊出头，打碎新兰法器。接着仙尊二话没说便照着画本演，完全不顾他跟新兰小成大器，本座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。无奈之下，新兰只能将气撒到了丈夫身上。但凡还有点骨气，就不该坐在这里，而是去杀了风若瑶。此时丈夫以为她在为莫尘渊吃醋，竟气急败坏，一巴掌扇了去。知道
你一直觉得我不如莫尘渊，但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一巴掌竟直接删掉自己的孩子。莫浩离，你杀了我们的孩子！但莫浩离死不悔改，还反过来挑拨离间，将孩子的死都归结到莫尘渊和风若瑶身上。第二天就听说莫尘渊要闭关7日，再加上风若瑶现在没有法力，只能靠手腕上的手链苦苦支撑，现在就是对付他最好的时机。就趁现在，先除掉风若瑶。随后南宫星兰就故意来挑衅风若瑶，又趁其不备拿掉他手腕上的手链。风若瑶本能反应，轻轻一推，手链断成2半。南宫星兰也故意摔倒在地球上，嘴里还大喊着救命。等众人赶来，就冤枉风若瑶杀了他的孩子。他的孩子是正宗仙界的继承人，现在被风若瑶杀害，就算是莫尘渊在场也不好当众偏袒。我族妖女，把她给我抓起来！今日要让她替我的孩子偿命！众人接到命令向他发起攻击，风若瑶只能靠手中的半根手链抵挡。正在闭关的莫尘渊感应到风若瑶有危险，但他现在还不能强行出关，不然会遭到阵法反噬。可风若瑶没有法力，他必须提前出关，否则将后悔终身。此时风若瑶正被莫浩离用吸嘴鞭抽打，他要让风若瑶神形俱灭，恰好也可以挑起仙魔大战，到时候自己必定会坐上仙尊的宝座。想法是挺好，可现实往往不尽人意。就在他最后一鞭挥下的时候，莫尘渊及时赶到。昨日你们也敢碰？莫浩离见他身受重伤，便想一起除掉星宿大患。可即便莫尘渊遭到阵法反噬，他还是一招都接不住。南宫星兰看着莫浩离昏迷不醒，开始大吵大闹，又有众仙在场，想必莫尘渊不敢对他动手，誓死都要为自己的孩子讨回公道。我若非要带走风若瑶，又当如何？仙尊若一意孤行，袒护妖女，定会领清虚境上下寒心。什么狗屁仙门！为了给众仙一个交代，也要帮风若瑶洗清嫌疑，他只能暂时将风若瑶关在思过崖，等一切水落石出后再接他回。这天，他只一拳便震动整个山洞，竟将石门轻松打开。他想都没想就前去查看，不料此处正关押着一个女人，还热情地跟自己打招呼，只因他不知在此处孤独了多少年。随后两人相谈甚欢，而在交谈中，风若瑶竟意外发现此人正是自己未来的婆婆。婆婆。多年前，由于仙尊宠妾灭妻，才把女人关在此处常年用刑。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却不料一道惊雷突然从天而降，瞬间将女人劈倒在地。看到这一幕，风若瑶不能不管，更何况是自己的婆婆，于是毫不犹豫地上前替她挡住这穿心尸骨的天雷。你为什么还不走？你是莫尘渊的母亲，我不能放着你不管。而另一边，莫尘渊不惜耗尽半生修为，终于复原当初星兰堕胎的真相，于是赶紧前来思过崖解救风若瑶。此时风若瑶再次竭尽全力施展法术，只为帮对方多撑一会，可这毕竟是天雷，不一会他便直接倒下。而这一幕也正好被莫尘渊看到，他拼命打开结界，终于闯了进来。可当他看到昏迷的风若瑶，心中顿时悲痛不已。可就在这时，他仿佛听懂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不料竟是自己的母亲。母后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父尊竟然骗自己母亲已死，更是把母亲囚禁在这里，日日用天刑折磨。来迟了，母后。可就在这时，天雷竟再次袭来，男人二话没说就为母亲承担。看着儿子为自己受过，母亲心痛到快要窒息。好在儿子最终救回母亲，而奄奄一息的风若瑶在莫尘渊的肚脐下，也终于从昏迷中苏醒。他知道是莫尘渊救了自己，这一刻他心都软了，于是下定决心跟对方双修。只见他主动亲吻对方，莫尘渊一脸感动，随后便毫不犹豫回吻。当女人醒来后，还沉醉在刚刚的画面，难以自拔。怎么过不了美人关呀？这时老元君走了过来，还一个劲地夸赞风若瑶，让一旁的儿子好好报答他的救母之恩。本以为老元君会让儿子以身相许，却不料老元君竟看不上自己的儿子。冷若冰霜，根本配不上你这样的奇女子。要不我们一结金兰吧？甚至还要帮风若瑶保媒招婿，让仙界男子随他选。眼看差辈子，吓得风若瑶当即拒绝。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月儿，叫姨。女人无奈只能求救莫尘渊，好在最后莫尘渊帮自己圆场。为了帮他解开悬前扣，女人特意带他去琼华居找自己的师傅，却不料男人对路比自己还熟悉。原来他们小时候便认识，但男人却从未告知。若瑶可是个暴脾气，你要是露了馅，他可饶不了你啊！我自有办法哄好他。果然很快，风若瑶便发现事情不对。刚刚去哪？我去雪坛泡了。你也是吧？莫尘渊，你肯定来不成。没有。你知道吗？你说谎的时候，眼睛从来都不眨。你还真行。眼看女人想问师傅，他也不装了，索性就老老实实交代了彼此小时候的相遇。你是嘉宾话吗？是。女人终于明白100年前，明知道自己打不过他，他才故意在魔界养伤。因为我知道对我好。接着表示自己真想跟他当仙女，与你双修。眼看自己暴露得如此彻底，女孩反倒害羞起来。